大家好，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系统，我想回家了。系统立刻给出答复：好的，宿主，脱离程序启动，半个月后你就可以离开这里。一向机械化的系统难得停顿几秒，有些不解地补充问道：宿主，这里有疼爱你的老婆和贴心的女儿，难道不是你的家吗？他们就是你的家人啊！听到家人两个字，何锦年的目光缓缓落在了电视上。此时电视中正在直播沈氏集团总裁沈之夏和女儿沈欣和下飞机的画面。沈之夏抱着女儿沈之夏，大步流星地向前走着。记者小跑着上前追问：沈总，听说您昨天在法国结束了会议，连夜坐飞机赶了回来，为什么这么匆忙呢？是有什么重要的事吗？在商场上，一向不言苟笑的沈之夏，这时却对着镜头露出了一个温柔无比的笑容。今天是我先生的生日，我和女儿自然要回来陪他一起过。在我这里，和我先生有关的事就是最重要的。小小的沈欣和也扬了扬手中抱着的袋子。爸爸，我和妈妈给你准备了礼物哦，我们马上就回来了。记者想要再问，沈之夏却表示赶时间，不再回答，只在镜头面前留下一个匆匆离去的背影。记者满脸羡慕，沈总队和先生的感情始终如一呀，10年过去了，依旧深爱。沈总真是绝世好妻子，就连他们的女儿也和沈总学得有模有样。有这样的妻子和女儿，我想何先生一定很幸福吧。何锦年关掉电视，露出了一个苦涩的笑容。幸福吗？1个月前他会坚定地回答幸福，可现在他却怎么也说不出这2个字。没人知道，他其实不是这个世界的人。10年前他身穿来到这个世界，任务便是救赎幼时亲眼目睹父母双亡的沈之夏。初见他时，她还是个将自己封闭起来，不肯跟外界交流的阴郁少女。他花了3年时间，才终于带着她一点一点走出阴影，成长为今天的沈氏集团总裁。当他完全掌控沈氏的那一刻，他的任务也就完成了。可在系统询问他是否要离开时，他却犹豫了。他的脑海中不断浮现出沈之夏紧紧抱着他，让他不要离开的画面。他不敢想象，沈之夏已经失去过1次父母，如果深爱的他也离开，他又该变成什么样？于是他选择留在这个世界，和他结婚。婚礼上，他曾郑重地告诉沈之夏，如果有一天背叛了他，他会消失在这个世界。那时沈之夏握住他的手，许诺不会有那一天，他对他的爱会是永远。结了婚之后，如同婚礼上的誓言说的那样，他的爱意依旧热烈。大大小小的纪念日，他都会推掉一切工作，陪在他身边。出去应酬，有男人凑上来时，他会毫不留情地让人带走。生孩子时，他在赶来医院的路上意外出车祸，进了 ICU。沈之夏不顾自己刚刚生产完的身体，在手术室外跪了1天1夜，向上天祈求他平安。出手术室后，他拖着自己早已失去知觉的双腿，跌跌撞撞地到病床前，紧紧握住他的手，泪流满面。锦年，还好你醒过来了，如果你出事，我也不活了。给女儿取名时，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沈欣和这3个字。他说，这代表着他心中只有他一人。女儿沈欣和也在他的耳濡目染下特别黏他这个爸爸，每天上学前一定会在他脸颊落下一个吻。放学后第1件事也是找他这个爸爸。何锦年曾坚定地认为他会永远幸福下去，可惜誓言随风，早已消逝在时间的长河里。
曾经如此深爱他的这对母女，如今在外面和男助理组建了另一个家。他们两人无数次背着他前去团聚，他结婚5年的妻子会搂着顾远的腰，亲昵地叫老公。他从小带大的女儿会窝在顾远怀里，甜甜地叫顾哥哥。就连昨天，他们也并不是前往法国开会，而是陪顾远一起去瑞士滑雪。婚礼上的话语，如今一语成谶。得知真相的那一刻，他已经下定决心离开这个世界，离开这对满口谎言的母女。何几年看着面前逐渐融化的蛋糕，呢喃出声：“他们已经不是我的家人了，我要离开他们。”谁要离开了？话音刚落，2道声音同时响起。何几年抬头一眼就看到沈之夏和沈星河2人站在门口。沈星河从沈之夏身上下来，迈着小腿扑进他的怀里。“爸爸，你刚刚说谁要离开了呀？”何几年轻声开口：“我的一个朋友，他的婚姻破裂了，打算离开他的妻子和女儿。”沈星河仰头在他脸颊用力亲了一口。“爸爸的朋友太可怜了，还好我和妈妈会永远爱爸爸。”沈之夏放好外套走过来，靠在何几年怀里，语气一如既往的温柔。“女儿说的对，几年，我们一家人会永远在一起。”何几年没有说话，长长的睫毛遮住了眼底的苦涩。“永远吗？他们不会再有永远了。”沈星河看见桌子上的蛋糕，急忙拿出手里的袋子。“爸爸，这是我和妈妈给你选的礼物。”沈之夏拿出袋子中的礼盒，打开，是一只理查德米勒的手表，语气中有一丝歉意。“近年法国的工作太忙，我和女儿回来的晚了些，你别生我们的气。”他一边说着，一边拿出手表，准备低头给何几年戴上。靠近的一瞬间，何几年闻见一股浓烈的木质香，而他从来不用香水，胃里猛地一阵翻江倒海。他忍不住推开2母女，冲到卫生间，不停地干呕。沈之夏一向很关心他的身体，平时有个轻微咳嗽，他都会如临大敌。现在看见这幅场景，更是急得立马打电话找医生。何几年按住他的手，刚刚因为干呕通红的眼一眨也不眨地盯着他。“我没事，只是想到我朋友的妻子和女儿，觉得他们欺骗的行为很恶心。”“沈之夏，如果你不爱我了，我会……”“不可能。”他的话还没说话，沈之夏就立马打断了他，上前紧紧把他抱在怀里，像是要融进自己身体，和他再也不分离。“几年，我的心你还不清楚吗？我这辈子只会爱你一个男人，我不会让你离开我的。”沈星河也攥紧拳头，表情严肃。“爸爸，你放心，我和妈妈绝对不会做伤害你的事，我也会帮你监督妈妈。如果她敢做对不起你的事，我肯定立马告诉你，我永远站在你这边。”这句话将沈之夏逗笑了。“在你心里，妈妈就是这样的人吗？”沈星河瞪了他一眼，哼，反正我最爱爸爸，我要守护爸爸。听着2人斗嘴的话语，何几年脸上却没有一丝笑意，他只觉得像是有一把尖刀将他的心脏搅得粉碎。沈之夏说爱他，却在外面有了别的男人。沈星河说守护他，却帮着沈之夏打掩护，瞒着他。他已经分不清他们的话究竟是谎言还是真心。第2天一早，沈之夏一如既往亲手给他做好早餐，满眼宠溺地端到他面前。“几年，吃完早餐，我们一家去滑雪场好不好？昨天我和女儿回来晚了，今天好好陪你，给你补过生日。”沈星河也递给他一杯现榨果汁，搂着他的腰撒娇：“去嘛去嘛，爸爸，滑雪可好玩了。”何几年对滑雪并没有兴趣，但仅仅是吃个早饭的功夫，
沈之夏母女俩就已经收拾好所有装备，将她拉上了车。等到了滑雪场之后，她才知道这对母女为什么坚持要来这里。一下车，她就看见穿着顾远正站在滑雪场门口，四处张望着。沈之夏和沈心河两人从车上下来后，顾远眼睛一亮，立马小跑着过来，将脖子上的围巾自然地取下来，围在沈心河脖子上。紧接着又递给沈之夏一个保温杯。何锦年漠然地看着他一系列行云流水的动作。沈心河虽然年龄小，但一向不喜除了沈家人以外的人触碰。而沈之夏自从6年前被人在饮料中下了药，也从来不会接过除了他之外的男人递来的饮品。沈之夏轻咳一声，语气中带着一丝不自然。锦年，这是我的助理顾远，这次滑雪场的行程是他安排的，带着他方便一点，所以我把他一起叫上了。沈心河也适时补充：对呀对呀，爸爸，我们就只需要负责玩就好，多好啊！究竟是为了方便，还是想和顾远无时无刻待在一起？他已经没有精力去探究这对母女的真实想法了。顾远这才仿佛刚看见他一般，怯怯地朝他伸出手：先生你好，我不会打扰你们一家的。何锦年眼尖地瞥见他手腕上一抹白，你手上戴的是什么？闻言，顾远露出手腕，上面戴着一只镶着钻石的手表，满脸幸福地回答道：这是我家人送给我的礼物。这5年沈之夏送过他不少手表，他一眼就能分辨出这只手表和昨晚那条项链本该是一个系列。何锦年嘲讽地勾了勾嘴角：顾先生，你的家人看来很爱你呀。沈之夏母女俩将手表完整的一个系列拆成2部分，一半给他，一半给顾远，就像是他们的一颗心，也是能够分成2半的。顾远笑得眉眼弯弯：是啊，他们总说最爱我，把我当成小朋友来宠呢。也许是担心他看出点什么。一路上，沈之夏和沈心河都在对他嘘寒问暖。他轻咳一声，沈之夏立马心疼地把他的外套脱下来披在他肩上，又将保温杯中的热水倒出来，贴心地递到他嘴边。沈心河也把脖子上的围巾取下，有模有样地给他戴上，像个小大人似的嘱咐他要保暖。可何锦年并不想沾染这些带着香水味的物品，只说自己想回酒店休息，便径直离开了。沈之夏母女对视一眼，不约而同地选择陪他一起回酒店休息。直到傍晚，沈之夏的手机响了，他眼疾手快地按了静音，转头看向床上依旧没有反应的何锦年后，才松了口气。屏幕上顾远的名字在不停跳动着，一旁的沈心河扯了扯沈之夏的袖子，压低了声音：爸爸，我想见顾哥哥。沈之夏连忙做了个嘘声的手势，母女俩对视一眼，轻手轻脚地出了房间。关上房门的一瞬间，何锦年睁开眼，披上衣服跟在他们身后。沈之夏母女步伐匆匆，最终来到了顾远的房间门口。房间门一打开，顾远一把将沈之夏搂紧怀里，声音委屈：之夏，你们终于来了。今天我一个人在酒店好害怕，我不奢求能像先生一样24小时陪在你们身边，只要你们能每天抽出2个小时陪我就好。顾远一边说着，一边用他那小鹿似的湿漉漉双眼望着沈之夏。沈之夏最受不了他的眼泪，一看见他的泪水，心就软了下来，连忙心疼吻了吻他的嘴角。2小时怎么够？今晚我和女儿一整晚都陪着你。沈心河也在一旁解释：顾哥哥，爸爸一睡着，我和妈妈立马就过来了，我们也很想和你待在一起。顾远一脸感动，
但又像是想到了什么，神情低落。其实今天我也很冷，可是你们眼里只有先生，还把我专门为你们准备的围巾和保温杯。沈心和担心顾远难过，急忙上前拉住他的手：“顾哥哥别伤心，都是我和妈妈的错，我来给你暖暖。”我的手可比围巾温暖多了。沈之夏也宠溺地刮了刮他的鼻尖，真是个小醋精，这点事都能吃醋。知道你在瑞士滑雪没尽兴，我可是特意选了这个地方，这还不够吗？闻言，顾远低头快速在他嘴角落下一吻。谢谢沈总。沈之夏眼神瞬间变得幽深，扣住顾远的头，两人唇齿交缠，来了个法式热吻。沈心和捂着眼，哇，我不要做电灯泡。好半晌，沈之夏才松手。顾远满脸通红，用手轻轻地捶了一下他的胸口。心和还在这里呢。沈之夏抓住他的手，递到唇边落下一吻。怕什么？他又不是没见过。随后搂住顾远的腰，牵着沈心和进房间，关上了房门。一旁的柱子后面，何锦年早已泪流满面。即使早已知道他们的背叛，可亲眼目睹这一切，竟还是感觉到深入骨髓的痛，每一个字都化作一柄柄利剑，将他的心脏刺得千疮百孔。所谓的给他补过生日，不过是为了满足顾远没有玩尽兴的遗憾。何锦年蹲下身，捂住心口。昨晚沈之夏母女的话语仍在耳边盘旋，不会让他离开吗？可是沈之夏、沈心和，我已经下定决心要离开你们了。第二天早上，何锦年醒来的时候，沈之夏和沈心和正好拿着早餐走进房间。看见他醒来，沈之夏无比自然地将早餐递到他手边，满眼宠溺地看着他。我和女儿想让你多睡会儿，特意早起去拿了早餐回来。沈心和蹬着小腿爬上床，靠在他的肩膀上。才离开你一小会，我就好想你啊，爸爸。何锦年感受着身旁始终冰凉的温度，眼里浮现出几分自嘲。明明是整夜未归，刚刚从顾远的床上下来，却能被这对母女说成是拿早餐。他以前竟不知他们的演技如此之好。吃过早饭后，两母女马不停蹄地带着他去了滑雪场。顾远早早穿戴好滑雪装备，在入口等着他们。可何锦年并没有滑雪的兴致。沈之夏有些担忧地看着他，语气中带着一丝试探：“锦年，你这2天怎么了？是我和女儿哪里惹你不高兴了吗？”何锦年摇摇头：“没有，只是我朋友的事最近影响了我的心情。”沈之夏这才松一口气，轻柔地在他额头落下一个吻：“你放心，锦年，这种事绝对不会发生在我们家的。如果你不想滑，那……”还没说完，顾远欲言又止的声音响起：“沈总。”看着顾远面露渴望的眼神，沈之夏不想让他失望，到嘴边的话拐了个弯：“那你在这里乖乖等我们，我和女儿还有顾助理去滑几圈就回来。”沈心和没有说话，但何锦年眼尖的发现，他的手早已悄悄抓住了顾远的衣摆。也许是太想过3人世界了吧，现在竟丝毫不担心他们的举动会被他发现。何锦年默然地点点头。沈之夏特意吩咐酒店的工作人员照顾他，又将包里的手套给他仔细戴好。“锦年，这里冷，我担心你着凉感冒，如果有不舒服，立马给我打电话。”沈心和也有模有样地检查着他的衣服拉链：“我也不想看见爸爸感冒。”顾远看着沈之夏母女俩整颗心都在他身上，忍不住泛起了酸：“先生，沈总母女对你真好啊。”闻言，何锦年抬头看了他一眼，顾远眼里还有没来得及收起的一抹隐秘的嫉妒。何锦年只是笑了笑，意有所指：“
我想你的家人更爱你一点。毕竟沈之夏母女能够瞒着他和顾远组建另一个家，那么足以证明他们并未考虑过他的感受，更加在乎的是和顾远在一起。话音刚落，一阵轰隆声从远处传来，脚下的地面似乎也开始颤动。何几年正想问发生了什么，一抬头便看见一大片刺眼的白快速朝这个方向涌来，周围的人立马四下散开，一片混乱。他下意识抓住沈之夏的衣摆，然而下一秒，他眼睁睁看见沈之夏的衣摆从手中抽离，朝顾远的方向奔去。而原本在他身前的沈星河也朝着同一个方向跑去。阿远，顾哥哥！轰隆，厚重的积雪朝何几年压了下来。失去意识的前一秒，他看见曾说爱他的沈之夏和守护他的沈星河正牢牢地护着怀中的男人。再次恢复意识，已经是1周之后了。护士见他醒来，连忙惊喜地通知医生给他检查身体。沈先生，您终于醒了。沈总和小小姐几乎把全市的医生都找来了，为了祈求你平安，沈总还向慈善基金会捐款1000万，只愿把这份善果都回馈到您身上，让您早日醒来。他们知道您醒了，一定很高兴。话音刚落，沈之夏和沈星河便推门而入，看见他已经醒来，两人立刻后怕地将他紧紧抱在怀里，眼中止不住的心疼。几年，你终于醒了，你知不知道这1周我有多担心？沈星河眼眶通红，声音哽咽：爸爸，我好害怕你醒不过来。都说沈之夏冷面无情，此时他的手背却感受到一滴灼热，沈星河眼泪也在眼眶里打转。然而两人的泪水却激不起他心中的一丝波澜，他只觉得讽刺。发生危险的时候，他们下意识护住的是顾远。当他看见这一幕时，说不心痛肯定是假的。他自认对沈之夏捧出一颗真心，全心全意爱他，对沈星河这个女儿更是从小亲力亲为将她带大。可顾远不过出现短短几个月时间，就能轻而易举将这一切抹去，占据他的位置。沈之夏母女见状，两人心里莫名一慌，急忙开始解释：今年那天情况太紧急，我一时没有看清哪个是你，所以才护错了人。爸爸，我和妈妈再也不会让你陷入危险了，这次都是我们的错。何几年刚醒来的身子依旧虚弱，此刻他只觉得疲惫无比，没有精力再去戳穿他们母女拙劣的谎言，只用再等最后1周，他就能离开这里，离开这对戴着面具的母女。接下来几天，沈之夏母女大概是因为愧疚，一直在医院寸步不离地守着他。然而沈之夏的手机却一直没有停过，每天不停来电，但他一概没接。直到这天，他的手机震动，收到一条消息，瞳孔一缩，神情微变。几秒后，他带着歉意开口：今年公司有点急事，我先去处理一下。沈星河将脑袋凑到屏幕前，看清后也急急开口：爸爸，我也要和妈妈去公司。何几年将他们的表情都看在眼里。公司有什么事情需要沈星河这个孩子一起去呢？不过是顾远罢了。看见他点头，母女俩才匆匆离开。何几年下床跟了上去，在医院的走廊拐角处，他看见顾远泪眼朦胧地扑进沈之夏怀里，沈之夏脸色却有些阴沉，扯开他的手，语气中带着警告：你来医院干什么？我告诉过你，几年身体还没完全恢复，这几天你好好待在家里，不能出现在几年面前。闻言，顾远抽泣得更加厉害，再次扑进他怀里，
双手紧紧抱住他的腰，委屈地开口：“我只是太想你们了，已经10天没有见到你们了。明明之前说好每天至少2个小时陪我的。”沈星河看见顾远哭泣，急得不停解释：“顾哥哥，我和妈妈也很想你，只是爸爸的身体还没恢复，我们要陪着他。妈妈，你快哄哄顾哥哥呀！”感受到胸口处传来的湿润，以及听见女儿的劝说，沈之夏叹口气，神情软了下来：“不要哭了，你一哭我也心疼。后面2天专门陪你可以了吧？”顾远的哭声顿时止住了。“真的吗？”得到沈之夏的肯定答复后，顾远这才破涕为笑，在他的唇上轻啄几下。沈之夏搂住他的脖子回吻，两人吻得难舍难分，发出阵阵水渍声，像是要把过去10天里的思念尽数表达出来。沈星河看见这一幕，捂着眼睛转过头，但语气中带着笑意：“妈妈和顾哥哥羞羞。”何几年如同一个提线木偶一般回到了病房，泪水从眼角滑落，打湿枕头，死死咬住下唇，不让自己哭出声来。他在心中不断告诉自己：再等等，再等等就能离开了。这是他最后一次为这对母女流泪。也许是之前长时间的冷落让顾远产生了危机感，他终于撕开面具，露出他的真面目。第2天一早，何几年醒来就看见昨晚顾远发来一条接一条挑衅的消息：“何几年，我知道你看见了，怎么样？”亲眼看着自己老婆吻别的男人，女儿还在一旁打掩护的感觉好吗？之夏最喜欢我哭了，他说看见我的眼泪有种别样的满足感，尤其是在床上，我每次一流泪，他什么要求都会满足我，还说恨不得24小时都和我黏在一起。之夏没有对你这样过吧？就连你的女儿也喜欢我陪在她身边。他说和我在一起感觉特别轻松自在，有一次他以为我睡着了，还偷偷叫我爸爸呢。你这个老公做的真是失败呀！看着这些挑衅的短信，何几年强压下心中汹涌的情绪，随后将这些消息都截屏保存下来。还有最后3天就要离开，这些东西就当是留给沈之夏母女最后的礼物吧。上午他要求出院，医院告知了沈之夏这一消息。很快他就接到了沈之夏的电话，他语气抱歉：“今年公司最近有事走不开，我派人接你回去，女儿有我照顾呢，你在家好好休养。”他知道他们母女是在陪顾远，只是淡淡的嗯了一声。脱离世界前3天，何几年回到家，吩咐佣人把所有他的物品全都收拾出来扔掉。有佣人不解地问：“先生，是要换新的吗？”他点了点头：“是。”他们不知道的是，不仅物品要换新的，这个家的男主人也要换新人了。脱离世界前2天，何几年打开了那个只有他和沈之夏母女能进的密室。密室的墙上密密麻麻贴满了10年来他们的所有合照，以及沈星河出生后每年不间断的家庭合照。10年时间，照片上的人从青涩逐渐变得成熟，也从最初2个人变成如今的3个人。可现在却要减少1个人的面孔了。何几年拿了把剪刀，在密室从早做到晚，将每一张照片上他的部分都剪了下来，只留下沈之夏和沈星河2人。又将保险箱中沈之夏5年前郑重放进去的结婚证拿了出来。翻开结婚证的时候，他意外发现里面夹杂着婚礼时沈之夏写的誓词：“今年对于我而言，你就是我的全世界，因为有了你，我的世界再次充满阳光。我会永远爱你，我相信我们一定会白头到老，生生世世相爱。”他一个字一个字地看下来，
密密麻麻的一张述说着22岁的沈之夏对何锦年的满满深情。看到最后，何锦年无声地笑了起来，眼角隐隐湿润。最后，他将誓词重新放进结婚证，连同剪下来的他那部分照片一起堆在花园中央，点燃了一把火。他站在那里，亲眼看着照片连同结婚证化为一捧灰烬。脱离世界前一天，何锦年将这几天顾远不断发来的所有照片和信息截图打印了出来。照片中有沈之夏赤裸着上身，脖颈满是吻痕地窝在顾远怀里，有沈心和满眼如沐地靠在顾远怀里听他讲睡前故事，有顾远、沈之夏和沈心和三人，头上齐齐戴着卡通发箍，在游乐园合照。何锦年原以为自己还会心痛，却发现如今面对这些照片，只剩下死水般的平静。他将打印出来的所有照片都装进一个文件袋，又摘下结婚戒指一起装了进去。离开当天，正好也是他和沈之夏结婚7周年纪念日。几天不见的沈之夏和沈心和母女一大早便回来了。沈之夏手里还提着一个爱心蛋糕。锦年，最近工作太忙，是我的错。今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我和女儿一定哪都不去陪你一整天。沈心和也举着他的拳头发誓：爸爸，我作证，妈妈每天都在公司加班，我可是时刻牢记我的职责，帮你好好看着她。何锦年看向信誓旦旦的两人，轻声发问：累吗？游走在他和顾远之间，还要在他面前装出一副好妻子、好女儿的形象，他们真的不累吗？沈之夏和沈心和异口同声地回答：不累。沈心和拉着他的手，满眼星星地看着他：和爸爸有关的任何事我都不会觉得累。沈之夏宠溺地捏了捏他的脸：锦年，就算工作再忙再辛苦，看见你的那一刻，所有的疲惫都烟消云散。更何况今天可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我们每年都要一起庆祝，就算公司有再多事，我也要回来的。何锦年只是笑了笑，没有再说话。沈之夏放下蛋糕，就开始进厨房忙碌了起来。他今天给所有佣人放了假，准备亲自做几道他爱吃的菜来庆祝纪念日。沈心和也不甘示弱，端了个小板凳，开始切水果榨汁，忙碌了半天，直到中午，所有菜才终于端上桌。沈之夏点燃了数字7的蜡烛，握住他的手，眼里的爱意仿佛要溢出来。锦年，当年如果没有你陪在我身边。沈心和在一旁高兴地鼓掌：哇，爸爸妈妈好浪漫。然而一阵突兀的铃声却打断了这温馨的氛围。何锦年抽回手，将屏幕上跳跃着顾远名字的手机递给他。沈之夏笑着说：今天谁的电话他也不接。可何锦年依旧坚持给他。等他看清屏幕上的名字后，迟疑了1秒，最终拿起了电话：锦年，是我的助理打来的，我担心公司有要紧事，接一下。说完，他走到另一边接起了电话。等到他再回来的时候，脸上不出意外的再次浮现出熟悉的歉意：锦年，对不起，公司出了急事，需要我去处理。沈心和不知道电话那头说了什么，但他看见那是顾远打来的电话，连忙跳下椅子，跑到沈之夏身边：爸爸，我也想一起去，我可以帮你监督妈妈，让她早点处理完工作回家。看着面前神情隐隐有些迫不及待的一大一小，何锦年只是轻轻地点了点头：去吧。沈之夏顿时松了一口气，抱起沈心和，两人一左一右，在他脸颊处落下一吻：乖乖在家里等我们回来，爸爸，我们一会儿见。说完，他们匆匆离开，却没有注意到何锦年的漠然。他们不会知道，
这将是他们三人的最后一面。何几年看见窗外沈之夏的车彻底消失不见时，将桌子上早已燃烧殆尽的蜡烛连同蛋糕一齐丢进垃圾桶，随后回卧室拿出准备好的文件带出了门。10年前，他和沈之夏出狱在城郊的一所私人疗养院，如今疗养院已经荒废，只留下满墙的爬山虎覆盖着这栋建筑。他沿着记忆中的路线一路走走停停，和沈之夏有关的记忆如潮水般朝他涌来。两人初见时，他的毫无回应，再到后来，他逐渐习惯他的存在，直到最后，在大雨滂沱中紧紧抱住他不肯松开。何几年的脚步停在了后花园的一棵大榕树下。10年前枝繁叶茂的榕树，此时依旧生机勃勃。何几年的手抚摸着树干上淡的几乎快要看不清的2个人名，仿佛又看见了那个神情偏执但眼神带着爱意与紧张的少女。他说：何几年，这辈子我只会爱你一个人。他说：何几年，我不会让你离开我，我们会永永远远在一起。随后一笔一画郑重地刻下2人的名字。可后来，一颗心被他剖成2半，一半给了他，一半给了外面的男人，而这份永远也只值不过10年。19岁的沈之夏不会知道，29岁的他将永远地失去何几年。他用石头一点点挖出一个土坑，将手中的文件袋放进去，又仔细用泥土盖好，随后给沈之夏打去最后一个电话。他几乎是立马接起，声音一如既往的温柔：几年，怎么了？有事吗？他看着面前大榕树，轻声开口：你还记得疗养院那棵榕树吗？沈之夏带着笑意的声音响起：当然还记得，我就是在那棵榕树下向你表白。时间过得真快呀，一转眼就快10年了。何几年也笑了。那就好，我给你和沈星河准备了一份礼物，埋在榕树下面，你们记得来取。沈之夏声音里带着惊喜。女儿听见这个消息已经开始激动了，我也很期待。我们忙完公司的事就去取。取回家后，今晚我们一家3口一起看。他没有回答，挂断了电话。不会再有一家3口了。他知道今晚他们母女一定不会回家，而他也不会再回去了。以后沈家不会再有他何几年的身影。久违的机械音在耳边响起：宿主，脱离程序已准备完成，是否确认离开？确认。话音刚落，一阵刺眼的白光出现在何几年面前，形成一个通道，四周激起一阵狂风，将榕树的叶片吹落，纷纷扬扬地飘在空中。他毫不犹豫地踏进去。沈之夏，沈星河，从今以后我们再也不见。另一边，沈之夏第2天一大早从噩梦中醒来，猛地坐起身，大口大口喘着气，下意识地搂住身侧男人的腰。昨晚我做了一个可怕的噩梦，我梦见你要离开我，我在身后拼命追赶，你一次也没有回头。还好这只是个梦，还好我一睁开眼你就在我的身边。几年，被沈之夏搂住的顾远原本心里正甜蜜，听见他嘴里叫出的名字后，神情僵硬了一瞬，随后双手攀上了他的脖子，略带委屈地开口：之夏，昨晚陪在你身边的人是我呀。沈之夏原本缱绻的神情僵住了，再次坐起身，双手用力按压着自己的太阳穴。怎么在你这里？昨晚记得我说过我和女儿要回家。顾远上前搂住他的腰，用光裸的身躯贴着他的背。之夏，你忘了，昨晚你吃完饭抱着我进了房间，然后沈之夏甩了甩脑袋，这时脑子里才恢复清明，昨晚的记忆也涌现在脑海里。昨晚顾远拉着他去浴室，
他一时冲动，这就……沈之夏有些懊恼，昨天是结婚5周年纪念日，他怎么能这么糊涂？几年一个人在家，不知道等了他和女儿多久。他要赶紧回去。沈之夏扯开他的手，拿起一旁的衣服，确认好没有任何不该有的痕迹后，才穿戴整齐。顾远紧咬住下唇，眼里划过一丝嫉恨，伸手拉住沈之夏，用一贯示弱的表情，楚楚可怜地看着他。现在还这么早，先生一定还没有醒，睡一会儿再走吧。可昨晚做的噩梦在沈之夏脑子里越发清晰，他甚至能够清楚地记得何几年那决绝的背影，以及自己追赶时的恐慌与心痛。莫名的，沈之夏心中有些不安，他甩开顾远的手，眼神带着警告：什么时候我回家找我先生，需要经过你的同意了。顾远只能趴在床上，不甘地看着沈之夏抱起隔壁房间的沈星河，大步离开。沈之夏将沈星河放在后座上时，他才迷迷糊糊醒来，看见沈之夏的第一句话，声音便带着哭腔：妈妈，我昨晚梦见爸爸不要我了，他怀里抱着别的小孩，那个小孩也叫他爸爸，我不让他叫爸爸，却说他已经不是我爸爸了，是我不能叫才对。这一番话让才冷静下来的沈之夏一颗心再次提了起来。为什么他和女儿会同时梦见几年离开？这难道是什么不好的预兆吗？可下一秒他又立马否定了，不可能的，他和女儿只是昨天没有回去，只要他和几年好好解释，他一定能理解的。沈之夏一边安抚女儿：星河，这只是梦而已，你是爸爸的女儿，他怎么可能会不要你呢？等我们回到家后，和爸爸好好道个歉，爸爸会原谅我们的。同时，脚下的油门踩得更用力了，车子如同一支离弦的箭一样在路上穿梭。在路过一家花店时，沈之夏来了个急刹：星河，你在车上等妈妈，妈妈去给爸爸买束花。走进花店，沈之夏点名要了何几年最喜欢的铃兰。花店老板满脸笑意地拿出一支铃兰给他扎成花束。现在很少遇见送花这样用心的男人了，大多数人都是直接让我挑选。想必你一定很爱你的丈夫吧？看着娇艳欲滴的花朵，脑海中浮现出何几年每次收到花时的笑脸。沈之夏原本剧烈跳动的心这才稍稍安定下来，同样笑着回答：是啊，我很爱我丈夫，这束花是为了向他道歉。铃兰是他最喜欢的一种花，希望他看见这束花之后能够让他不要生我的气。老板将包扎好的花束递给他，不赞同地摇摇头：男人要的只是枕边人的一颗真心罢了，只要你没有做原则性错事，只要他还爱你，就算你只是从路边摘一朵野花给他，他也会原谅你的。祝你成功取得丈夫的原谅。这一番话却让沈之夏的脸色苍白不少。他接过花束，付了款之后，颇有种落荒而逃的意味。回到车上，他再次检查好自己和沈星河两人身上的衣物没有任何破绽后，才放心地发动车子疾驰离开。原本还有40分钟的路程，他硬生生只开了20分钟。车子刚停下，他便一手牵着沈星河，一手抱着花束，大跨步朝着家里走去。打开门，别墅里依旧静悄悄的。他看了眼时间，现在还早，几年现在应该还在睡觉。这时候，他把花送到床边。他醒来后看见一定会很惊喜，他压低了声音：星河，我们悄悄去卧室，把花放在床头柜，别吵醒爸爸睡觉。沈星河一脸懂事地点点头，母女俩轻手轻脚地上楼，推开卧室门，床上根本没有人。
被子平铺在床上，没有一丝褶皱。沈之夏上前掀开被子，只触到一片冰凉，根本不像是有人昨晚在这里睡过的样子。沈星河看见卧室里没有爸爸的身影，有些慌乱地扯了扯他的衣袖：“妈妈，爸爸去哪儿了？”沈之夏一路上的不安，此时全被激发了出来，无暇回答沈星河的问题，连忙跑下楼问佣人：“你们有没有看见今天先生出门？”佣人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纷纷摇头：“小姐，我们今天来了之后就没有见过先生。”“是啊，这个点先生应该还在睡觉才对，我们也没有去卧室那一层打扰他。没有人看见过几年，那几年一定还在家里，他肯定是生气了，故意躲起来。”沈之夏在心中不断安慰自己，拿出手机给他发消息：“几年，你在哪儿？我和女儿回来了。昨晚公司的事实在走不开，我们才没有回来。对不起，我保证不会再有下一次了，好不好？我们去夏威夷度假吧，这样不会再有人来打扰我们了。我们一家三口好好补过纪念日。几年，别吓我好不好？”一条接一条的消息发出去，可对话框依旧是一片绿色，没有收到任何的回应。沈之夏再也按捺不住，连忙给何几年打去电话，可电话那头只有冰冷的机械音：“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听。”小小的沈星河此时也觉得内心的不安越来越强烈。当看见连电话都没有打通时，声音里带上了一丝哭腔：“妈妈，爸爸到底去哪儿了？是不是我们惹他生气了？难道我昨晚的梦是真的吗？”一个从未产生过的念头不可控制地浮现在沈之夏脑海里：他的几年离开他们了？不，这不可能，不会的，爸爸只是在生气，我们要找到他，和他认错。沈之夏强压下心头的慌乱，安慰着自己的女儿，一间一间地打开房间，试图找到何几年的身影。可当他再次回到卧室的时候，却猛然发现卧室的东西似乎少了很多。原本挂得满满当当的衣帽间，此时却只剩下属于他的西装孤零零挂在那里。而化妆台更是干净的如同新的一样。沈之夏的心脏一阵一阵发紧，这一切的一切都在彰示着何几年已经离开了这里，离开了这个家。现在他无比懊悔昨晚为什么没有回来，如果不是这样，几年也不会离家出走。等他找到几年，他和女儿一定要好好向他认错。他让佣人调出从昨天开始别墅的监控，想要知道何几年究竟是什么时候离开的，却发现在他和女儿离开后不久，何几年将蛋糕扔进垃圾桶，回卧室拿了个文件袋就离开了。沈之夏脑子里闪过昨天那通电话，文件袋，昨天几年说准备了礼物埋在大榕树下，他一定在里面留了地址，在等着他和女儿去接他回家。沈之夏心中升腾起希望，连忙抱起女儿冲到车库：“星河，妈妈现在就带你去找爸爸。”沈星河原本即将要哭出来的小脸，听见这句话立刻变得激动，重重的点头：“等我见到妈妈，我一定要抱住她，告诉她我好想她。”沈之夏揉了揉女儿的头，他也会和女儿一样，告诉几年自己有多么害怕他离开。车子一路疾驰到城郊的疗养院。自从10年前何几年出现一点一点让他恢复到正常人状态后，他就再也没回到这个地方。疗养院虽然已经荒废，但沈之夏依旧能从中找到熟悉的回忆。看到锈迹斑斑的秋千，他想起初见时何几年在空中舞动的发丝。那时的他还不知道，面前的这个男孩会带自己走出阴霾，成为自己的一生挚爱。
看到早已腐朽的木椅，他想起自从何几年出现之后，木椅上原本一个人的身影逐渐变成了2个人。最后，他抱着沈星河来到了大榕树下，这处是他和何几年的定情的地方。沈星河并没有来过这里，他不解地询问：“妈妈，不是说去找爸爸吗？”沈之夏放下女儿，抬手抚摸着树干上的印记，眼里有着笑意。这是爸爸和妈妈相遇的地方，爸爸在这里给我们留了地址，等我们找到他，就可以去接爸爸回家了。沈星河欢呼一声，有些迫不及待。妈妈，那我们赶紧找吧。沈之夏回忆着昨天电话中何几年说过的话，在榕树下寻找起来，但地上满满地铺了一层落叶，很难分辨得清何几年把东西究竟埋在了哪里。母女俩一点一点耐心寻找着，直到沈之夏发现一处明显动过的泥土，他难掩激动，连忙将沈星河叫到跟前，母女2人一起挖了起来。很快，他们面前出现一个文件袋，沈星河已经等不及了。妈妈，快看看爸爸到底在哪吧！经过一上午的慌乱，沈之夏也只想尽快得到何几年的消息。他迫不及待地打开文件袋，拿出里面装的东西，一枚戒指以及一张张聊天记录和照片，赫然出现在他眼前。今天之夏抱着我叫老公，看来再过不久你这个沈总先生就要让位了。昨晚之夏又缠着我在车里来了一次，你和他没有试过吧？你的女儿今天给我亲手捡了一朵花送给我呢，还说这是她第一次送花，连你都没有呢。每一张纸上都充斥着顾远炫耀式的话语，甚至还有他和顾远一些不堪入目的照片。一股从未有过的恐慌席卷了沈之夏全身，他只觉得自己浑身的血液都凝固了。几年竟然已经知道他和顾远的事了，可是他却一点都没有察觉到，他究竟是什么时候知道的？可现在沈之夏却没有精力去探究，他只想立刻找到何几年，就算他打也好，骂也好，即使他下跪认错，他也愿意。只要能找到他，让他跟自己回家。他近乎疯狂地一张一张仔细翻看着，试图从那些出轨的证据中找到一点其他的信息，可是没有。何几年甚至连一个字都没有留给他，只给他留下了一枚戒指。这枚戒指是当初结婚时他们2人亲自设计，找人打磨出来的，曾彼此约定过，无论如何都不能摘下戒指。现在这枚戒指出现在文件袋里，但代表着沈之夏不敢再深想下去，他害怕得到那个他最不愿意得到的答案。沈星河并不懂得这些，他只知道分明刚刚妈妈还在为即将要知道爸爸去了哪里而高兴，可现在浑身却弥漫着一股绝望，脸上的喜悦早已消失不见。小孩子的直觉让他心中的不安再次激发了出来，他恐慌地抱住沈之夏：“妈妈，爸爸是不是出什么事了？”手中的纸张滑落到地上，沈之夏闭上眼，从未觉得说出几个字是那样的艰难。爸爸他也许不要我们了。这时沈之夏脑海中浮现出在这棵榕树下和何几年表白时的画面。何几年，和我在一起吧，我会永远爱你。画面一转，又看见他向何几年求婚时曾许下的承诺：几年，娶给我吧，此生我只会爱你一个男人，绝不背叛。22岁的何几年眼里只有满满的信任。好，我娶你。最后，画面定格在何几年生日那天，沈之夏这才意识到，他说出自己朋友婚姻破裂时眼底深藏的痛楚，那个所谓的朋友就是他自己。原来那么早他就已经知道顾远的存在，
这半个月以来，何几年种种反常也一一清晰地浮现在他的脑海。几年早就已经计划着离开，可是他却一无所知。一股深入骨髓的痛意从心脏逐渐蔓延至全身。22岁的沈之夏满心满眼只有何几年一个男人，他相信自己以后绝不会背叛。29岁的沈之夏却亲手打破了这个誓言，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了呢？沈之夏已经记不清了，他只记得第一次和顾远发生关系后，他的第一想法竟然是何几年是个孤儿，没有家人。那么在这个世界上，他和女儿是他最亲近的人，除了沈家，他哪里也去不了。于是抱着这样的念头，沈之夏一步步放纵自己沉沦下去。他却没想到何几年会以这样决绝的方式离开。听见沈之夏的话，沈心河瞬间嚎啕大哭：“我要爸爸！”然而此时沈之夏却没有精力安慰女儿，他的视线再次落到地上的聊天截图上。何几年离开后的恐慌、悲痛，此时通通化作一股怒火涌上心头。顾远，他明明早就警告过他不准将他们的事情捅到几年面前，可他竟然阳奉阴违，破坏他和几年的感情。沈之夏将所有的纸张捡起，塞进文件袋装好，一路疾驰到家，把沈心河交给佣人照看，又马不停蹄地赶到顾远家。顾远原本还在为早上沈之夏不顾他的挽留离开而生气，将家里的东西扔得乱七八糟。听见敲门时，他正烦躁，一脸不耐地打开门：“谁呀？”当看见门外是沈之夏时，他的表情瞬间变得惊喜，却又想到此时乱糟糟的客厅，语气有些慌乱，脑子里飞速运转，寻找理由。“之夏，你怎么回来了？今天我……”不等他说话完，沈之夏大掌死死掐住他的脖子，脸上青筋暴起，看起来犹如地狱中爬出来的恶鬼。“顾远，你该死！”他没有想到，在他面前装的柔弱无辜，和何几年丝毫没有争夺之心的顾远，在背地里竟然是这样一副令人憎恶的面孔。濒死的求生欲让顾远两只手拼命拍打着沈之夏的大掌，然而他却丝毫没有松开的意思，大掌不断收紧，吐出的话语带着彻骨的恨意。“从一开始我就警告过你，我们的事不准捅到几年面前，可是你竟然敢背着我告诉几年，你不过是我在外面养的一个小玩意儿。既然你认不清自己的位置，那就别怪我心狠。”说完，他面若寒冰地将顾远甩在地上，周身散发着冰冷的气息。顾远捂住脖子，剧烈咳嗽着，大口大口呼吸着空气。他从未见过散发着如此恐怖气息的沈之夏。明明昨晚他们还在一张床上做最亲密的事，现在他却能像对待仇人似的看他。可他清楚沈之夏的禁忌，他绝对不能承认自己给何几年发过挑衅短信。他满眼绝望地看着沈之夏，眼中蓄满了泪水。“之夏，在你眼里我就是这种人吗？我一向只敢在心里奢求先生把你分给我一点点，哪怕只是1/10也好。我从来不敢有其他的想法，更没有背着你告诉过先生。”顾远清楚地知道，沈之夏只要看见他哭，就一定会心软。可是这次他算错了，沈之夏脸上依旧是骇人的阴沉。到了这个时候，顾远竟然还敢骗他。他将文件袋中打印出来的照片和聊天记录一把甩在他脸上。“不敢？这就是你说的不敢吗？”锋利的纸张边缘在顾远脸上划出一道道红痕，可他却无暇顾及。看清纸张上的内容后，他的内心被恐惧填满。
他没想过这些内容竟然会被沈之夏看见，他连忙扑上前，抓住沈之夏的裤脚。之夏，我错了，是我说了不该说的话，可这都是因为我爱你呀，我只是想能够和你光明正大在一起。沈之夏居高临下地看着他，眼神中是无尽的冷漠。光明正大，看来你始终没有认清自己的位置。几年才是我唯一的丈夫，现在你逼走了他，你要为此付出代价。说完，沈之夏抬脚就要朝顾远踹去。你肚子里已经有我的孩子了。沈之夏的动作顿住了，紧紧盯着他，目光淬着冰。你确定我怀了你的孩子？最初在看见沈之夏这副暴怒的样子，他是害怕的。他害怕自己就这样被他抛弃，害怕被他报复。可在听到何几年离开的那一刻，顾远心里只有一个念头：他的机会来了。顾远的家境从小就不好，父亲家暴，母亲忍受不了，和别人跑了。他独自在父亲的拳脚和旁人异样的眼光下长大。自从进入大学，见识过那些和他截然不同的人生后，他便发誓自己也要成为人上人，不再受人白眼。3个月前，他成功应聘上沈氏集团总裁助理的职位。当他看见沈之夏的第一眼，在心里就已经把他当作自己的目标。即使外界再怎么传言她有多么深爱自己的丈夫，她也丝毫不在意。有钱人就没有不偷腥的，在外表现的对自己丈夫越是深爱体贴，那么等她尝过野花的味道后，便会越加无法自拔。后来，她也的确做到了。她成功的从一个普通助理升级成为她床边的男人。见识过沈之夏的大手笔后，他的野心渐渐膨胀，不再满足于只能待在见不得光的地方。他知道沈之夏还有个女儿，但小孩子而已，更是好收买。他只不过是在沈星河来公司的时候陪他一起看动画片，装作很感兴趣的样子和他聊天，再投其所好给他买一些他从来没有吃过的零食，就能轻松让他产生依赖与信任。最后只剩下占据沈总先生位置的何几年。他原本设想是何几年知道他和沈之夏的事后会和他大闹，等沈之夏彻底厌烦他后，自己再扮作一朵解语花上位。可没想到何几年竟然决绝地离开了。不过这正好给他创造了机会。顾远坚定地点了点头，轻柔地抚摸上沈之夏的小腹，神情柔和。之夏，我们在一起以来从来没有做过错事，本来想过段时间再带你去医院检查，但现在先生走了，星河还小，也需要人照顾。他那么黏我，我相信他肯定能接受你和我再给他生一个弟弟。顾远自顾自的越说越激动，整个人都沉溺在即将成为沈之夏丈夫的喜悦之中，却没有注意到沈之夏渐渐黑下去的脸色。够了！沈之夏一声大喊，打断了他的话，面色黑如锅底，一步一步逼近顾远。我的丈夫只会是几年，我的女儿也不会有弟弟。顾远见到他这副模样，心中后知后觉地升腾起害怕，不由得咽了咽口水。可孩子便又有了底气，红着眼开口：“之夏，我知道你爱先生，可他现在已经走了呀，他不会再回来了。”这句话成功点燃了沈之夏心中的怒火，他狠狠甩了顾远一巴掌，细长的指甲在他脸上划出道道血痕。闭嘴！几年只是在生气，我会找到他，向他道歉，求他原谅。等他气消了，他一定会和我回家。顾远捂住红肿的脸颊，带着哭腔朝他大喊：“何几年在你心里就那么重要吗？那我呢？你肚子里还怀着我的孩子，你怎么能对我下手？”
可他的声嘶力竭却没有换来沈之夏的半分心软。沈之夏大掌用力捏住他的下巴，语气中带着毫不掩饰的嘲讽：“孩子，当年几年从 ICU 出来的时候，我在他面前发过誓，这辈子不会再让他陷入危险。当天下午，我就去做了输卵管切除。我这辈子只会有心和一个女儿。”顾远不可置信地瞪大了眼，他怎么也没想到，沈之夏居然切除了输卵管。和他上床的时候，沈之夏从来没有做过安全措施。他以为这是沈之夏接受怀上他孩子的表现，即使1个月过去，他的肚子仍然没有消息。但他一想到这1个月以来，他们几乎日日耳鬓厮磨，也从未有措施，说不定沈之夏肚子里早就有了他的孩子，所以他选择赌一次。可他从未想过，沈之夏为了何几年，竟然切除了输卵管。沈之夏松开钳制住他的手，居高临下地看着他，眼里没有一丝温度。从今天起，你被开除了，你最好识趣地离开这座城市。沈之夏宣告了这段关系的终结。绝望渐渐将顾远内心填满，可他还是不想放弃沈之夏这个金大腿，连忙坦白：“之夏，我只是想找个借口陪在你的身边，我知道错了，你不要赶我走好不好？”沈之夏现在只要一看见他，就会想到何几年的离开。如果不是他这么不懂事，将事情捅到何几年面前，何几年不会离开他和女儿。如果你自己不离开，别怪我派人动手。如果不是你，几年也不会离家出走。我不会再让你有机会出现在他面前。沈之夏的声音带着些许狠厉，看着他如此坚决的态度，顾远知道自己无论如何也不会改变他的想法了。于是他干脆破罐子破摔，摇摇晃晃地站起来，指着他讥讽出声：“怪我！沈之夏，你真的认为何几年知道我们的事之后，他还会回来吗？呵，什么最纯爱的总裁？当初我不过是装作自己被合作商灌酒撞进你怀里，你不就上钩了吗？还有，昨晚我可没有求着你留下来，是你自己把持不住，一直缠着我。真正让何几年离开的人不是我，而是你呀！只爱他的好妻子。”他还嫌不够，继续补充着：“哦不，还有一个人，你的好女儿沈心河，是你们亲手逼走了她。”顾远的话揭开了沈之夏心中最后一层自欺欺人的遮羞布。是啊，是他没有忍受住诱惑，背叛了他们之间的婚姻，甚至还带着他们的女儿一起背着他和别的女人出去旅游。雪崩时没有选择救他，纪念日抛下他一个人在家。他不敢想象这半个月以来何几年心中会有多么绝望。开车回家的路上，沈之夏动用了所有的关系寻找何几年的踪影。只要认识何几年的人，他都挨个打电话询问他们知不知道他在哪。他一定要找到他的几年，祈求他的原谅。可得到的答复通通是不知道何几年到底去了呢。根据他的秘书查到的行程显示，何几年并没有离开这座城市，他最后出现的地方便是疗养院。但由于疗养院已经荒废多年，那里也没有摄像头，只能看见何几年拿着文件袋走进去，再也没有出来。沈之夏颓然地回到家的时候，沈心河一直坐在沙发上，不安地等待着。听见开门的声音，立马跑了上去。妈妈，找到爸爸了吗？面对着女儿期待的目光，沈之夏艰难地摇摇头。沈心河眼中的光一下子灭了，想起那些照片和聊天记录，看向沈之夏的眼里带着惊慌。妈妈，爸爸是因为我们和顾哥哥在一起才离开的吗？他是不是不要我们了？看着女儿泪眼朦胧的模样，沈之夏心中说不出的难受。
如果不是他一时糊涂做错了事，几年不会走，女儿也不会变成现在这样。他紧紧搂住沈星河，声音沙哑：“不会的，爸爸不会这么狠心的。我们是做错了事，但只要找到爸爸，向他道歉，真心求得他的原谅，爸爸会和我们回来的。”可是一个接一个的电话打出去，1周过去了，却依旧没有找到何几年的踪影。有人吞吞吐吐地在电话里提起：“沈总，这么久还没找到先生，先生会不会已经……”下一秒，沈之夏就把电话用力砸在墙上，双眼通红。不可能，他的几年怎么可能出事？他继续加大人手寻找何几年的踪影。沈星河从未离开过何几年这么久，整日哭闹着要找爸爸。沈之夏带他来到了别墅的密室，这里装着他和何几年之间从相识到现在的所有回忆。自从何几年离开后，他曾无数次想打开密室，可只要一想到那些照片，再看着如今缺失了男主人的家，他的心就像是被刀割似的疼痛。他害怕自己控制不了情绪崩溃，但1周过去了，无尽的思念侵蚀着他的脑海，他不得不在试图过去的幸福中寻找一点安慰。可当看清密室中一张张残缺的照片时，沈星河脸色只剩下一片惨白。他疯了似的把照片全都拿了出来，一张张翻看着，嘴里还在不停地念叨：“不可能，怎么会没有呢？不可能的，几年呢？”沈星河捡起一张照片，他记得那是去年春节时他们一家3口拍的全家福，可现在照片上只有他和妈妈的身影，属于爸爸的那部分被人剪掉了。他立马哇哇大哭：“我的爸爸呢？我的爸爸怎么没有了？”沈之夏立马叫来别墅所有佣人，挨个询问是谁动了密室里的照片。“小姐，密室我们从来都不会靠近，况且我们不知道密码，根本也进不去啊。”“对呀，我突然想起来，先生还在的时候，我好像看见他从密室拿了什么东西，然后堆在花园里烧掉了。只是先生的决定，我们也不敢去干涉，所以也不知道他究竟在烧什么。”佣人的话像一记重锤，狠狠砸向沈之夏心脏，整个人都在微微颤抖。难道是几年？突然，沈之夏想起来什么似的，直奔书房的保险柜，那里面放着他们的结婚证。沈之夏站在保险柜面前，竟然有些胆怯。他颤抖着输入密码，打开了保险柜。当看见里面空无一物时，沈之夏不得不面对自己最不想看到的那个答案。他苦涩地笑了出来，眼泪一滴一滴地落在地上。他这才意识到何几年有多么恨他们，恨到连他的一张照片，他们的结婚证都不愿留下。他是下定决心要把沈家关于他的所有痕迹都抹除。“几年，你怎么这么狠心？”一个可怕的念头不可控地出现在他的脑海。他这么恨他们，他们能找到他吗？就算找到了，他会原谅他们，跟他们回家吗？沈之夏心脏处传来剧烈的疼痛，猛地呕出一大口鲜血，眼前一黑，失去了所有意识。自从何几年离开，已经过了1个月，可沈之夏依旧没有得到关于他的一点消息。他找人将密室中照片的电子版全部恢复，再次打印了出来，贴在密室。沈星河现在也不再去学校，整日待在密室里，就连晚上睡觉，手里也一定要捏着一张有何几年的照片。沈之夏扩大了搜索范围，甚至还将寻找何几年的消息发上了网。希望有人如果看见他能够第一时间告知他，而网友并不知道何几年的离开是因为沈之夏的出轨，他们只以为何几年是遭遇了什么不测。天哪，何先生不会出什么事了吧？难道是被绑架了？听说沈总最近都要急疯了。
哎，豪门多么罕见的一对恩爱夫妻呀！希望沈总早点找回何先生，我还想看见他们撒狗粮呢。沈总对何先生可真是一如既往的深爱呀。沈家小小姐最近也天天闹着要爸爸呢，小孩子离开了爸爸真可怜啊。沈之夏时刻关注着这些信息，生怕错过了什么有用信息。然而没有一个人提到看见过何锦年的身影。评论区除了祝他早日找到何锦年之外，其余的都是对他们夫妻之间感情的赞美。若是在以往，沈之夏看见这类消息会觉得自豪，可现在他心中只有无尽的愧疚，甚至是害怕，因为他清楚地知道，如果不是他出轨顾远，他的几年根本就不会离开。就在这股寻找何锦年的风愈演愈烈时，一条微博引爆了网络。自从沈之夏将顾远辞退后，果然如他所说，他在这个城市再也找不到其他工作，没有公司敢录用他。他知道这是沈之夏逼他离开这座城市的手段，可是凭什么？当初他是勾引了他，可如果不是他把持不住自己，他又怎么会得逞呢？归根到底是他自己的错，才逼走了何锦年，凭什么要让他来承受这份代价？而当他看见网上传的沸沸扬扬的寻找何锦年的消息后，这股怨气达到顶峰，化作了恨意。只不过是个伪装深情的渣女，哪里值得被人追捧？既然她现在不好过，她也别想好过。她将自己和沈之夏之间的所有事都传上了网，包括他们拍的亲密照片，包括沈之夏在他和何锦年结婚纪念日这天和他上床，甚至包括沈星河叫他爸爸。微博发出去1分钟，这个劲爆的消息就引爆了网络。井号沈之夏出轨，井号何锦年离家出走，井号热搜上全都是有关沈家的词条。网友们之前以为何锦年失踪是出了事，大家纷纷热心帮忙留意。可直到顾远的微博曝光，他们这才知道哪里是什么出事，分明是何锦年知道沈之夏出轨，沈星河认小三做爸爸，所以才死心离开了。沈之夏的爱夫人射崩他了，从之前人人羡慕想拥有的全民好老婆，到现在纷纷唾弃的出轨渣女。呸！亏我以前还磕过他和何锦年的神仙爱情，结果也是个管不住下半身的，还有脸大张旗鼓的找人。我看何锦年分明是伤透了心，决定不再和这对母女有任何联系，才抹掉自己离开一切的痕迹。不敢相信，知道老婆和女儿双双背叛自己的时候，何锦年会有多么痛苦绝望，真可怜。舆论的力量下，沈氏集团的股份大跌，整个公司陷入动荡。然而本该回到沈氏主持大局的沈之夏，此时却毫无踪影。他坐在酒吧里，一杯接一杯的烈酒灌下肚，只有这样，他才能在醉梦中再次见到那个曾经和他恩爱无比的何锦年。一个时常混迹酒吧，小白脸看见在角落里喝闷酒的沈之夏，眼睛一亮。以前沈之夏来酒吧的时候，从来不会允许有其他男人在场。她说自己的丈夫知道了会生气。曾经有人并不信沈之夏真的不碰男人，专门叫来一排各种类型的男人，让他随便挑。沈之夏当场就发了火，将那人脑袋开了瓢。原本快要谈好的合作也告吹了。从此圈内不敢再找男人塞给他，酒吧里的人也都知道他的这一禁忌，没有哪个男人敢接近他。可现在沈之夏出轨男助理一事闹得沸沸扬扬，所有人都知道，原来爱夫如命的沈之夏背地里早就有了别的男人。面对着这么一个行走的金大腿，小白脸心动了。他想，
既然沈之夏能和自己助理搞在一起，那也许会看上他呢。他理了理自己的头发，走到沈之夏身边坐下，伸出一双手搂住他的肩膀，语气暧昧地开口：“沈总，怎么一个人在喝闷酒？要不要今晚我陪你？”言语里的暗示足够明显。小白脸身边的追求者从未断过，他自信地认为，即使今晚不能成功得手，起码他和沈之夏也能加一个联系方式。可没想到，当他的手触碰到沈之夏的那一刻，他却嫌恶地躲开了。滚！小白脸并不放弃，身体贴近沈之夏，在他耳边吐气如兰：“别呀，沈总，你的先生也不在，一个人多寂寞呀。不如……”这句话触碰到了沈之夏的逆鳞，他瞬间通红着双眼，大手死死掐住他的脖子：“我先生会回来的，我不会做背叛他的事。”男人只觉得自己瞬间喘不过来气，拼命拍打着他的手，可沈之夏的手却越收越紧，直到酒吧其他人发现，才连忙赶来劝解，他这才松手，面若寒霜地看着地上大口呼吸的小白脸：“别让我再看见你！”男人连滚带爬地逃走了，离开了沈之夏的视线后，狠狠啐了一口，都不知道和助理滚了多少次床单了，还装什么贞洁烈女。沈之夏带着满身酒气回到了别墅的密室，看着满墙曾经幸福的证明，他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今年除了你以外，我会离所有男人都远远的，不让他们接近我。你回来好不好？我真的知道错了。”寂静的房间响起了呜咽声，沈之夏像是个找不到家的孩子，手里抱着他和何几年的结婚照，泪水不断从眼角滑落，嘴里还不停地念叨着他知道错了。可惜迟来的忏悔没有人能听见。回到原世界的何几年从床上醒来，拿出包里的手机一看，发现时间已经变成了6年前。他起身来到卫生间，看着镜子里明显年轻了不少的面孔，这才意识到他在任务世界度过了10年的时间，但现实世界只过了4年。也就是说，现在的他不是29岁的何几年，而是23岁的何几年。打量着这个陌生却又熟悉的房间，他竟然有种恍若隔世的感觉。一阵开门声让他从回忆中抽离，他打开卧室门，迎面对上了10年未见的何母。何母正买完菜回来，准备去厨房，余光却瞥见儿子卧室门前站着一个人。他以为家里进小偷了，正准备叫人，却发现那人的脸庞是那么的熟悉，手上的力气骤然一松，袋子掉在地上，口袋中的菜散落了一地。然而何母此时却无心顾及，他的腿像灌了铅似的，艰难地迈出一步又一步。等到了何几年面前，他颤抖着抬起双手，眼里早已泛起了泪花。几年？你是几年吗？何母想触碰他的脸颊，却又怕是自己的幻觉，一碰就消失了。自从儿子失踪以来，他整日对着照片以泪洗面，每晚都盼望着能梦见儿子。可是4年来他从未梦见过，这是第一次看见儿子的身影。即使脸庞发生了些许变化，但他还是一眼认出来，这就是他的宝贝儿子几年。何几年在看见何母头上花白的头发时，眼泪已经不受控制地涌了出来。听见何母小心翼翼的语气，他再也忍不住抱住何母，泪流满面：“妈，是我回来了。”直到感受到何几年温热的躯体，何母才真切地意识到，他的儿子几年真的回来了。几年？这4年你去哪儿了？你知不知道爸爸妈妈找你找得好苦？母子俩抱头痛哭。何母不停地诉说着这4年来他和何母从未放弃过寻找他的踪影。
即使身边人甚至警察都在劝他们，说他可能发生了什么危险，已经遇害了。可母子连心，何母坚信自己的儿子还在这个世上，靠着这一股信念，他和何父坚持了4年，也从未搬过家，生怕哪一天儿子回来找不到他们。现在终于让他们等到了，他们的几年回来了。好半晌，两人才冷静下来。何母抚摸着他的脸颊，眼神中带着毫不掩饰的心疼。几年，这4年你一定受了很多苦吧？这句话让原本止住眼泪的何几年眼眶再次一酸，一把抱住何母，眼泪止不住的下落，不停地重复一句话：妈，对不起，真的对不起。何几年现在无比后悔，心痛得无以复加。他当初怎么会为了一个女人狠心抛下如此疼爱自己的父母，让他们足足找了自己4年？如果能回到过去，他一定毫不犹豫地选择离开。得到消息，立刻赶回家的何父看见，便是何母和何几年坐在沙发上，两人明显都是哭过的模样。一向不言狗笑的何父看见4年未见的儿子，也忍不住红了眼。何几年最终还是选择将他在任务世界中度过的10年和盘托出。何母是他在这个世界上唯二能够信任的人了。他仅仅用了3个小时，就将过去的10年讲述清楚。当说完最后一个字，何几年拿起桌上的水润了润喉，顺便给何父何母时间来消化这件事情。然而何父亲何母早已从最初的惊讶，最后只剩下心疼。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在他们的印象里，儿子还是一个活泼无忧无虑的大学生，可现在竟然已经在另一个世界结婚生子，甚至还经历了妻子和孩子的双重背叛。何母看着性格明显沉稳许多的儿子，再度落了泪。他的几年真的受苦了。何几年看着何父何母，脸上如出一辙的心疼，内心被无尽的愧疚与悔意填满。都是他当初沉溺在所谓的爱情中，才让父母生活在悲痛之中4年。何母抬手擦掉眼泪，紧紧握住他的手，询问他之后有什么打算。在这个世界的他消失前，原本在上大学，消失1个月后，何母便替他办理了休学手续。可何几年已经在任务世界完整的读完了4年大学，并没有再回到校园的打算。更何况，虽然他现在的外貌是23岁，可他实实在在地活了10年，心理年龄已经是29岁。他在和一群大学生接触，只会觉得别扭。何几年想了想，决定找一处安静的小镇休养一段时间。和沈之夏失败的婚姻，终究还是影响了他的心理状态。他需要一个人慢慢调整过来。何父何母即使有些不舍，可还是点头同意了。记得要每天给我们发信息报平安，他们好不容易才盼到儿子回来，不能再承受一次失去他的痛苦。何几年点点头，眼中再次蓄满了泪水。爸妈，对不起。何父何母拍着他的背安慰道：傻孩子，只要你能回来就好，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接下来几天，何几年一边待在家里陪何父何母，一边在网上寻找合适的小镇。等决定好去哪儿时，已经是1周之后了。前往小镇之前，何父何母早早帮他收拾好行李，在箱子里塞了许多他们亲手做的食物，生怕他在外面吃不惯。出发的那天，何父何母在机场陪了他许久，直到飞机快要起飞，两人才依依不舍地挥手离开。临水镇，何几年在这个小镇落脚已经快1周了。他在来之前就在网上租了个房子，
等到达小镇后，花了接近1周的时间，把它重新布置成自己想要的样子。这里的慢节奏生活让他的心情放松不少。他的卧室窗户外面有一棵巨大的兰花楹，现在正是兰花楹绽放的季节。一推开窗，就能看见整簇紫色的兰花楹。他住的地方步行10分钟就能到一个湖泊。每天傍晚，他都会沿着湖泊散步，欣赏火红的晚霞。只是除了晚霞，还能看见一个小男孩坐在秋千上。最初的时候，他以为小女孩是跟着大人来的游客，没有过多的在意。可他每晚都会在同一个地点看见小女孩，身边没有其他大人。等到第5天的时候，他挣扎看许久，还是忍不住在小女孩身边蹲下，轻声询问：“小朋友，你爸爸妈妈呢？”小女孩不过4岁左右，小脸圆圆的，扎着2个小辫子，很是可爱。听见他说话后，抬头看向他，随后猛地起身扑进他的怀里。“爸爸！”何几年闻言有些错愕：“你叫我什么？”小女孩依旧埋在他的怀里，瓮声瓮气地喊爸爸。何几年很肯定自己只有沈心和一个孩子，他不可能有一个3岁的女儿。他想，也许是小女孩认错了人，刚准备把她抱起送去警察局找父母，身后传来一道女声：“安安！”小女孩一下子仰起了头，朝来人方向大喊：“妈妈，爸爸回来了！”女人看清何几年的模样后，愣了一下。何几年看着这张陌生的面孔，努力在脑海中寻找着，却还是找不到任何记忆。他对于这个世界的记忆停留在10年前，即使他们之前真的认识，可10年未见，曾经的记忆早就变得模糊不堪。男人见他一副茫然的表情，眼睛划过一丝落寞，随即主动开口：“我是江雨嫣，比你大2届的学姐，我们之前在一个社团里，你还记得吗？”何几年尘封的记忆渐渐复苏，面前女人的脸和那张始终挂着温柔笑意的脸庞重合到一起。“江学姐，好久不见，你的孩子都这么大了。”何几年刚上大学时加入了辩论社，江雨嫣是社长。虽然那部分记忆已经有些模糊不清，但他记得江雨嫣对人都很温和，曾经还帮过自己。江雨嫣从他怀中接过安安，和他解释道：“安安是我姐姐的女儿，我姐姐姐夫2人在她很小的时候就过世了，我便收养了她，让她叫我妈妈。你身上的衣服和我姐夫离世那天穿的一模一样，他才把你错认成爸爸，实在是不好意思。”何几年这才了解了前因后果。安安在一旁也听到了江雨嫣的话，知道是自己认错了人，低垂着头沉默不语。何几年看着浑身散发出难过气息的安安，有些心疼，话还来不及多想，便脱口而出：“安安，如果愿意的话，可以叫我爸爸。”等说完，他看着面前眼睛一眨也不眨盯着他的一大一小，这才惊觉过来自己说了什么，慌忙解释：“我没有别的意思，我只是……”他还没有说完，安安瘪嘴朝他伸出手：“爸爸抱。”安安年龄还小，即使听见江雨嫣说何几年不是自己爸爸，可他还是忍不住想亲近他，想叫他爸爸。何几年连忙接过，拍着安安的背，轻声哄着。生下沈心河后，他一直都是自己在照顾他，所以带孩子得心应手，很快就把安安哄睡着了。江雨嫣眼里划过一丝诧异，这还是安安第一次这么亲近别人。安安睡着后，何几年担心交给江雨嫣会把她吵醒，于是主动提出抱着安安送到他们家。到了门口，他才发现他们就住在他家楼下，小心翼翼地把安安放在床上盖好被子，
两人才轻手轻脚地离开房间，来到阳台。这是何几年回到现实世界以来第一次接触除了何父何母以外曾经认识的人，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江雨嫣看向他的眼神带着怀念。几年，当年，你去哪儿了？何几年消失的突然，学校里的人只知道他的父母给他办理了休学，之后再也没见过他的身影。可他没有办法给江雨嫣解释自己身上发生的事情，只好对他露出一个歉意的微笑。江雨嫣并不是一个打破砂锅问到底的人，每个人身上都有自己的秘密，他只知道自己4年后能再次和他重逢就够了。两人聊起了安安的事。何几年得知江雨嫣如今是个医生，工作忙，经常顾不上安安。他也试过请保姆，可他请的第一个保姆竟然背着他虐待安安。从那之后，他再也不敢轻易将安安交到其他人手中，只好在工作和安安之间来回跑。安安虽然年龄小，但很懂事，放了学就在秋千那里等着江雨嫣来接他。周末的时候，他就乖乖待在家。何几年闻言更加心疼了。沈心和4岁的时候，他几乎是寸步不离，而安安却经常一个人待在家。江雨嫣看着他脸上毫不掩饰的心疼，试探地开口：“几年，我有个不情之请，我看得出安安很喜欢你，你能不能帮我照顾她一段时间？”江雨嫣知道自己的这个要求很突然，对于一个男人来说，照顾一个小朋友并不是件容易的事，但他也不想让安安每天孤单地待在家里。何几年一想到安安泪眼朦胧叫自己爸爸的样子，心脏软得一塌糊涂，爽快地答应了。江雨嫣眼里闪过一丝惊喜，急忙补充：“太谢谢你了，几年，你放心，报酬随便你开。”何几年却拒绝了。江雨嫣有些过意不去，他却表示这是因为他喜欢安安，更何况他现在没有别的事，照顾安安正好让他每天有事做。从那天起，江雨嫣负责每天早上送安安上学，何几年负责接安安放学。江雨嫣时常有手术，下班很晚，他就带着安安去公园玩滑滑梯，给他做饭，为他讲睡前故事。周末江雨嫣休息的时候，两人也会一起带着安安去游乐园。安安变得越来越依赖何几年，心里也把她当做了妈妈。这天何几年接安安放学，安安迈着小短腿扑进他怀里，仰着脸满眼星星地看着他：“爸爸，下周我们学校要举办亲子运动会，你和妈妈会来吗？”面对着安安满眼期待的眼神，他的心一下子就化了，揉了揉安安的头：“当然啦，爸爸妈妈会陪着安安一起参加。”江雨嫣得知运动会的消息后，也表示自己一定会空出时间。等到了运动会那天，安安拉着他的手，挨个向同学介绍：“这是我爸爸，帅气吧？我爸爸做饭可好吃了。”江雨嫣看见这一幕，有些哭笑不得，佯装吃醋：“安安还从来没有这么正式的和同学介绍过我呢。”闻言，安安抱紧何几年的脖子，肉乎乎的小脸蹭了蹭他的脸颊：“大家早就知道你是我妈妈了，可他们以前没见过我爸爸，老是有同学说我爸爸不要我了，现在我要让他们看看爸爸才没有不要我。”奶声奶气的话语却让在场2个大人心中泛起了酸涩。何几年亲了亲安安的脸蛋：“爸爸会一直陪着安安。”江雨嫣看着眼前的一大一小，心中只觉得从未有过的满足。运动会上，他们2人配合默契，拿了一个又一个第一。安安在一旁高兴的嗓子都叫哑了，满脸骄傲。运动会结束，2人带着安安去了动物园。
安安第一次去动物园，看着这么多动物，兴奋的眼睛都不知道要看哪个好了。江雨嫣把安安举到肩膀上，让她能看得更清楚。傍晚回去的路上，安安已经靠在江雨嫣怀里，累得睡着了。江雨嫣坚持先送何几年到家门口，刚到门口时，安安就醒了。她睡眼惺忪地揉了揉眼睛，朝何几年挥挥手：“爸爸，明天见。”何几年笑着捏了捏他的小脸，刚想开口，就听见2道熟悉的声音：“爸爸。”几年再次经过1个月的寻找，沈之夏依然一无所获，身边的人都在让他放弃，就连早就退休的沈老爷子也劝他不要再找了。既然何几年决心要离开，他自然不会留下任何痕迹让他找到。现在公司摇摇欲坠，他应该回到公司，可沈之夏却不肯放弃。他坚信自己会找到何几年。沈老爷子看着执迷不悟的孙女，既生气却又无可奈何。早知道会陷入今天这样痛苦的局面，当初又为什么要干出对不起何几年的事呢？沈老爷子不能眼睁睁看着公司垮掉，只好自己出面重新接手公司事务。沈之夏那以后更是把全部精力用在了找人身上，而沈星河也整天跟着妈妈一起寻找。一旦收到任何疑似何几年的消息，他们都会马不停蹄地前往。可是1个月下来，只有一次又一次的失望。曾经不信神佛的沈之夏，甚至带着沈星河走遍的有名的寺庙，一步一叩首，只愿再次见到何几年。终于，这天，母女俩脑海中同时响起了一道机械音。那道机械音告诉他们，何几年并不是这个世界的人。现在他回到了属于他的世界，他们自然找不到他。从机械音的口中，他们知道原来何几年是个攻略者，但在7年前任务就已经结束。为了沈之夏才选择留下来，是他们的背叛才让何几年彻底死心，决定回到原世界。得知一切的沈之夏心中痛苦更甚，他的几年为了他抛下所有留下来，可是他竟然辜负了他。沈星河知道自己也是促进何几年离开的罪魁祸首之一，现在只想去到他的面前道歉，祈求爸爸的原谅。可他们根本不在同一个世界，要怎么找呢？机械音接着开口，他能给他们母女一个机会去到何几年的世界，不过只有24小时的时间。如果他们能在24小时之内让何几年同意和他们回来，那么他们一家3口会再次团聚。反之，如果何几年不愿意和他们回来，他们将用余生的健康作为代价。他们可以选择是否接受这个机会。母女俩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接受，即使会以健康作为代价，他们仍然愿意赌一次。可沈之夏和沈星河怎么也没想到，时隔2个月再次见到何几年会是这样一幅画面。在看见何几年之前，沈之夏始终认为他们相爱了10年，星河也是他倾注所有爱意陪伴着长大的孩子。就算现在他的气还没消，只要他们诚心认错，他肯定会原谅他们。他们一家3口一定能回到从前幸福的样子。他会全心全意爱她，再也不会被其他的男人诱惑。可他没想到，仅仅2个月，他的几年身边居然有了别的女人。他手里抱着一个孩子，嘴里还叫他爸爸，俨然是一家3口的模样。他的大脑此刻一片空白，完全不能思考。而沈星河则是满腹的委屈。那么爱他的爸爸离开了2个月，他和妈妈好不容易才找到了爸爸，可现在居然有另一个小孩叫他爸爸。沈星河如同小炮仗一般，直直地冲了过去，想扑进何几年怀里。爸爸，我好想你。
何几年早已从最初的错愕回过神来，侧身躲过了他的怀抱。你们怎么会在这里？这时，何几年原本以为已经消失的系统再次出声：宿主，任务世界有崩塌的迹象。所以，经过系统的解释，何几年才知道他离开后，沈之夏再次陷入了自我封闭中，甚至比当年他父母去世的情况更加严重。除了得到消息出去寻找他的踪迹之外，他就将自己关在密室，公司也丢下不管，还是早已退休的沈老爷子出面稳住了摇摇欲坠的沈氏，而沈星河也承受不了他离开的打击，整日哭闹着要找他，甚至闹绝食。任务世界面临崩塌的危险，系统这才不得不出面，给了沈之夏和沈星河母女一个再次见到他的机会。但他们只有24小时的时间，系统告诉他，他只需要在这24小时里让沈之夏母女彻底死心，让他们知道他已经不再爱他们了，他也不可能再回去。听完系统的解释，何几年心中觉得有些讽刺，是他们母女的种种行为才让他决定离开，而当他走后，他们却又要拼命找回他。近年，我和女儿一直在找你。沈之夏忍不住上前，眼睛一眨也不眨地盯着他，仿佛害怕他下一秒就不见了似的。沈星河也泪眼朦胧地看着他，面前小孩对何几年和称呼和女人看向他的眼神，让江雨嫣意识到他们和何几年的关系不简单。安安此时也清醒了过来，听见面前的小姐姐居然也叫爸爸，心中有些不安。爸爸，再一次听到这个称呼，沈星河再也忍不住心中的怒火，朝安安大吼：这是我的爸爸，爸爸只能是他一个人的。何几年皱了皱眉，捏了捏安安的小脸：安安乖，先和妈妈回家睡觉好不好？爸爸有点事。说完，他给了江雨嫣一个安抚的眼神：先带安安回家睡觉吧，我有点事。江雨嫣即使如今有许多疑问，却也知道这并不是个好时机，点头答应了。何几年俯身在安安的脸颊落下一个吻，语气温柔：安安晚安，明天见。然而转身面对沈之夏母女时，他却是满脸冷漠，眼里没有丝毫温度。沈星河2个月没见到何几年，好不容易找到他，不仅听见别的小孩叫他爸爸，还发现往日对他无比温柔的爸爸，现在却只剩下冷漠，再也忍受不住心里的委屈，嚎啕大哭：爸爸，你不要我了吗？我才是你的女儿啊！以前沈星河只要一哭，何几年便会抱着耐心地哄他，可现在他只是站在那里静静地看着。沈星河始终没有等到爸爸温暖的手掌为他擦去眼泪，他睁开眼，才发现何几年依旧站在原地，淡淡地看着他。哭够了吗？现在你明白当我知道你叫顾远爸爸时的感受了吗？自从沈星河出生以来，何几年亲手将他带大到6岁，对这个女儿倾注的感情不比倾注在沈之夏身上的少。他生病的时候，他在床边一整晚一整晚地守着。他第1天上幼儿园时，他忍不住悄悄到幼儿园看他。他做噩梦睡不着时，他靠在床头，一下一下轻柔地拍打着他的背，给他唱儿歌，哄他睡觉。所以当他最初知道沈之夏出轨时，他还安慰自己，起码他还有女儿，女儿一定不会背叛他。他像抓住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一样，把全部心神都放在了沈星河身上。可最后，他还是和沈之夏一样，选择了背叛。他付出了多少感情，得知真相的那一刻就有多么的痛苦。沈星河如今已经知道错了，哽咽着开口：爸爸，我错了，我不该叫别人爸爸，只有你才是我的爸爸。
他试图像以前一样拉住他的手，获得温暖。何几年却毫不留情地躲开了他的触碰，迟来的后悔已经没有用了。沈之夏看着何几年对待曾经深爱的女儿都如此无情，脸色一片惨白。几年，何几年的眼神终于落在了沈之夏身上。2个月不见，沈之夏已经不再是那副连头发丝都精致无比的形象，整个人面色憔悴，眼圈青黑。沈之夏，你为什么还要来找我？你不是已经有顾远了吗？第一次发现沈之夏对顾远的态度发生变化时，他并没有将这件事放在心上。他想，他和沈之夏相爱了10年，也许只是他想多了，沈之夏不会背叛他们之间的感情。但当他经历了沈之夏的一次次欺骗，一次次抛弃，又亲眼看见他和顾远2人耳鬓厮磨之后，他终于认清沈之夏已经变心了，因此他才决绝地离开了那个世界。可现在他却又不顾一切来到他的世界，当真是应了那句失去了的才会珍惜，得到了终究会成为衣服上的白米饭。沈之夏急忙解释，我已经把顾远赶走了，这段时间我找你找的都快要疯了，我们一起回家好不好？几年我爱的人一直都只有你啊！何几年看着面前一大一小面露期待的神情，讽刺地扯了扯嘴角，毫不留情地击碎了他们的希望。家，那里早就不是我的家了。沈之夏，你也别再自欺欺人了，你已经不爱我了。沈之夏不明白，他怎么可能会不爱他呢？自从他离开后，自己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为了找到他，甚至甘愿用自己的健康作为代价。几年怎么会认为自己不爱他呢？他看着何几年，眼里是无尽的痛苦。几年，我怎么可能不爱你呢？何几年只是轻笑一声，背着我偷偷和顾远私会，这叫爱吗？我过生日的时候，你们和他在瑞士滑雪，这叫爱吗？雪崩的时候，没有毫不犹豫地护住顾远，这叫爱吗？每说一句，沈之夏的脸色就苍白一分。何几年说出口的每一个字都化作一柄柄利刃，贯穿了沈之夏的胸膛。这一刻，沈之夏无比厌恶自己。如果他当初坚守本心，推开顾远，就不会发生后来的这一切。看着沈之夏眼中的悲痛，何几年的内心没有丝毫波澜。我知道你们来这里是想要带我回去。沈之夏，沈星河，现在你们听清楚，从我离开的那一刻开始，我们就再也没有任何关系了。沈之夏听到他如此决绝的话语，不受控制地踉跄几步，神情尽是绝望。几年，你真的不能再原谅我们了吗？小小的沈星河不懂得前面的话，但他能明白何几年说的最后一句话。他的爸爸不要他了，可他也不肯放弃，用哀求的目光看着他。爸爸，我和妈妈真的知道错了。何几年摇了摇头，不可能原谅，你也别再叫我妈妈了。说完，他转身关上了门，隔绝了外面的哭泣声。第二天是安安的生日，他和江雨嫣半个月前就计划好带她去海洋馆，3人在一起去拍全家福。一大早，江雨嫣就带着安安在门口等他。何几年收拾好东西后，打开门就收到了安安的一个吻。爸爸早上好。甜甜的嗓音让昨晚发生的不愉快事件顿时烟消云散。他也在安安额头落下一吻。安安早上好呀，生日快乐，我的宝贝女儿。何几年自然接过安安抱在怀里。3人准备出发前往海洋馆。沈之夏和沈星河2人在楼道里蹲了一整晚，系统只给了他们24小时的时间。昨天上午，他们来到这个世界时，何几年并不在家。他们等了整整一个白天，才终于见到他。
可留给他们的只有绝情的话语。现在时间快要到了，他们就要回到原本的世界了。他们想再看何锦年一眼。锦年，爸爸。何锦年一打开门，就看见了蹲在角落的身影。可他并不想将视线分给他们，就算听到了他们的呼喊，他也并没有回头。昨晚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我们现在没有任何关系。沈之夏脸色再次苍白了下去，整个人摇摇欲坠。可一想到所剩不多的时间，他还是带着沈星河上前。锦年，就算你不能原谅我们，可星河是你的孩子啊，我们就要走了，你能不能再抱抱他？沈星河小心翼翼地拉住何锦年的衣摆。爸爸，我真的知道错了，最后一次抱抱我好不好？江雨嫣抱着安安站在一旁，没有插话。这时，安安突然开口：“爸爸，这个小姐姐真的是你的女儿吗？”一旁的江雨嫣听见这个问题，也不由得绷紧了身体。何锦年想了想，曾是妈妈的孩子，现在妈妈只有安安一个孩子。话音刚落，沈星河已经承受不住，开始嚎啕大哭：“爸爸，不要！我是你的女儿。”安安看她哭得那么伤心，有些不忍：“妈妈，是不是小姐姐做错了事？你不能原谅她吗？”何锦年有些好笑地捏了捏安安的脸蛋：“安安，等你长大了就会知道，有些错误是不能够被原谅的。”而这句话无疑是给沈之夏和沈星河宣判了死刑，他们永远也得不到他的原谅了。最后，何锦年也没有管他们的反应，从江雨嫣怀中接过安安，两人相伴着离开。“妈妈，不要丢下我！”沈星河看着他们离开的背影，伸出手拼命呼喊。沈之夏只能紧紧抱住女儿，眼泪无声地滑落在地上。他没有想到，当初自己和女儿做的噩梦，竟然真切地摆在了他们眼前。何锦年离开了他们，身边有了别的孩子叫他爸爸，任凭他们怎么呼喊，也没有回头。后悔如潮水般铺天盖地向他涌来。如果他当初推开了顾远，如果他没有带着女儿背着锦年去找顾远，哪怕是他及时和顾远断掉关系，事情也不会发展到今天的地步。可是世界上没有如果，时间也不会重来，这一切的果都是他亲手种下的因。走出小区大门后，何锦年看了看江雨嫣，有些好奇：“难道你就不想知道我为什么会有个那么大的女儿吗？”江雨嫣依旧笑得温柔：“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我会等你自己想说出口的那天。更何况，我看得出来，那对母女已经是过去式了。”听完，何锦年先是一怔，随后释怀地笑了。所有的和那对母女有关的事都被他抛到了脑后。江雨嫣说得对，沈之夏和沈星河两人已经是过去式，他们不会再出现在这个世界，也不会再出现在他的生活。这时，安安也挺了挺胸脯：“我也有自己的秘密。”两人瞬间被逗笑了。“呀，我们安安有什么小秘密呀？妈妈想知道，爸爸也要听。可不能只告诉妈妈。”当何锦年的背影彻底消失在沈之夏和沈星河母女眼前时，他们的身影也渐渐消散了。他们回到了自己的世界，如同机械音所说，他们没能成功让何锦年同意和他们回家，因此他们将被剥夺健康。从那以后，沈之夏和沈星河便疾病缠身。沈星河只坚持了不到5年就去世了。闭眼前的最后一刻，他看着病床前泪流满面的沈之夏，虚弱地开口：“妈妈，我真的好想。爸爸，我好后悔。”沈之夏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女儿死去，心中最后一根弦也断了。幼时失去父母，中年失去丈夫和女儿，而丈夫和女儿的离去都是由他一手造成。他将女儿火化后，抱着骨灰盒纵身一跃，
坠入大海，冰冷的海水中。沈之夏仿佛看见了多年未见的何锦年，一如19岁那年一样。他笑着朝他伸出手。之夏，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吐槽的，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